哥哥，你就再帮人家检查一下嘛。小青，你别这样，你先下来，让丽丽知道就不好了。曹丽是个坏女人，她早就给你戴绿帽子了，你何必在乎？绿帽子，你再胡说八道！小青，我对你不客气。果然是纯阳之体，这热烈的气息简直是太美味了。妖女，看劲儿！臭牛鼻子，阴魂不散！钱哥哥，人家下次再来找你，不要忘记人家哟。贼心不死，拿命来！这是什么剧情？喂！妖女，喂！赔我的门！赔我的门！谁呀？你们在干什么？既然你都看到了，我不妨直接告诉你，丽丽啊，现在是我的女人。怎么可能？你不是答应我下个月陪我去领证吗？何浅，你怎么还没醒悟？只有齐主任这样的男人才是我的归属，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是我的一只舔狗吧。好了，宝贝儿，别因为这只狗耽误时间。你刚才不是说没有把你喂饱吗？齐主任，你说什么呢？像你这么厉害的男人，怎么可能没喂饱人家？不像有的人，连人家的人都没碰过。狗男女！怎么着，还想打我？我告诉你，信不信我把你植物人母亲赶出医院？明天啊，不，今天晚上你不用值班了，还他妈想转正？做梦！妈，等我转正了，就能给您做手术了，到时候您一定能醒过来。走。没想到曹丽她竟然背叛了我，我一定不会放过这对狗男女！我操！纯阳之体的小子，老夫终于还是找到你了。你是今天在医院那老头？我告诉你要赔钱，不赔钱别想走！老头！要不是我及时出现，那妖女怕不是连你的纯阳之体都给你废掉了。我救了你一命，不谢我，还要让我赔钱，还有没有天理啊？我？纯阳之体什么意思啊？没错，你拥有的便是亘古第一神体纯阳之体。这纯阳之体奇妙无穷，再配合纯阳神经，便修之大成，可搬山，可填海，可衍生万千。什么纯阳神经？你神经吧，老头！你这症状持续多久了？家里人知道吗？无知小儿，这等神仙造化，岂容你如此的轻蔑？为了纯阳之体，为了对抗万神殿，今日之功法你学也得学，不学也得学，要不然那妖女再找上门，你可就没命了。纯阳之体需要与纯阴之体阴阳结合才能修成，大道至简，何浅，去寻找你的命中注定之人吧。喂，何姐，你已经被开除了，来医院收拾好东西，滚吧！什么？曹丽，齐主任呢？我就知道你会来请我。齐主任那样的成功男士，可没你这么闲。贱人，你说是不是你害的？害我丢了工作？你敢骂我？我看你真是活腻歪了。喂，齐主任，你快来呀！何浅那个臭屌丝要非礼人家。齐主任，好你个何浅，我让你来办理离职手续，你他妈敢调戏我的女人！何浅，你干什么？你今天敢动我，我现在就让人把你妈呼进去听了。齐主任，
对不起。齐主任，幸亏你到得及时，差点就被他摸到了，吓死人家了。没事啊，何姐，这样吧，我给你个机会。昨天晚上你值班那个办公室的门维修费3万块钱，现在你把这3万块钱拿出来，这事儿就了了。齐主任，那个门不值3万吧？那个门也是300多块钱。少他妈废话！医院的门能跟外面的门一样吗？齐主任，他身上的工资每月都给我了，估计连300都没有了吧？曹丽，你这个婊子，把我放你那儿的钱还给我！你把我工资还给我行吗？齐主任，你看呀，这条狗它还咬人呢。何姐，你赔还是不赔？不赔就给我滚！齐主任，你宽限我几天，几天后我肯定把钱凑足，行吗？宽限？哼，好，你现在跪下来给我们家丽丽认错，只要我们家丽丽原谅你，我就宽限你几天。齐主任，你真好，听见没？跪下给我道歉，不跪的话，给你妈呼吸机一关，不足1个小时，你就准备后事吧。你们欺人太甚！主任，咱们医院大股东的女儿出事了。怎么回事？齐主任，快过来看看，我女儿刚刚突然间晕倒了。好好好。我竟然可以透视，难道我真的是什么纯阳之体？竟然是4大之阴之物之一的阴尸骨，为什么会在他身体里？难道他就是纯阴之体？郑总放心，郑小姐低血糖，吃块糖就没事了。我这正好有糖，快给郑小姐喂上。不能给他喂糖，吃糖会害了他。何姐，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你们要是不信，那就试试。总之他吃糖必死。我当医生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过什么病吃了糖就会死。你这脑子进水，在这胡说什么呀？他是谁？他呢，即将被我开除的实习生。何姐，你敢咒郑小姐死？你想死吗你？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解释，但除了我，没人能救得了他。哼，好大的口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病只有一个实习生能治的。哦，我知道了，这小子故意把郑小姐说成绝症，好让郑总担心，然后再装神医，假装救治。那你也不想想，我这么做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等郑小姐血糖恢复苏醒，你再说，这都是你的功劳。郑总一高兴，不就给你转正了吗？小子，你也太不把我郑天雄放在眼里边了吧？何且，我没想到你满脑子都是坑蒙拐骗，而且毫无医德。我告诉你，我今天不光要开除你，我还把你种种的恶习公布整个医学界，我要让医学界封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郑小姐喂糖啊！郑先生，郑小姐是不是去过什么极寒之地，才变成这个样子的？慢着，夏姨确实是去过墓地后回来才这样的。她怎么知道？郑总，您该不会相信这小子胡说八道，不相信我吧？小子，我就给你一次机会，把你知道的全部给我说出来。郑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您居然相信一个骗子的话，您不相信我的话，您太让我心寒了，郑总。郑老板，我们齐主任可是公认的名医，办公室的锦旗放都放不下了，他诊断出来的结果肯定没有问题，你要相信科学呀。齐主任，是我郑天雄多心了，我相信你。糖分入体，蛊虫必然在身体里兴奋起来，1分钟内他必然吐血，2分钟后呼吸停止，5分钟后大罗金仙都救不了他。小子，你3番5次诅咒我的女儿，我必须得给你点颜色看看！来人，把他给我按住！你们要干嘛？干嘛？放开！放开我！我这是怎么了？佳怡，你可算是醒来了。何姐，你看见了吗？郑小姐醒了，你拙劣的演技不攻自破。你看他的样子，他还不忿呢。还有10秒。快点，给我拉出去，把他腿给我打断，快点！夏怡，这怎么吐血了？主任没呼吸了。你不是说刚才吃完糖就没事了吗？现在怎么会这样？是低血糖啊！我要你给我赔命！
我也不知道，真的是低血糖啊！低血糖？真的，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这是低血糖吗？你这个庸医！等会儿，我知道了，是他，就这小子。他刚才说郑小姐吐血，郑小姐就吐血；他说郑小姐没呼吸，郑小姐就没呼吸了，就是他的乌鸦嘴诅咒郑小姐。乌鸦诅咒？刚才你不还说相信科学吗？满口胡言都能说中，这又算哪门子科学？你赶快放开这位先生！快！您刚才说您能救，现在小女确实出现这种情况，还望您出手医治啊！刚才不是说废了我的双腿吗？刚才是鄙人食言，还望您不要介意。不介意？怎么可能？我何钱虽然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我不是你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求人就应该有个求人的样子。那你想怎样？给我跪下！不只是你，还有那一对狗男女，都给我跪下！何姐，你他妈好大的胆子！你敢让郑总给你跪下？你不怕死吗？郑老板，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你快把他抓起来，不要放过他呀！都给我闭嘴！我郑天雄给你跪，你能承受得起吗？你还有3分钟时间考虑。我能救郑小姐。师傅，你终于来了，来，快走！哎呀，原来是李长风李神医啊！快帮我看看小女。九大阴物是心骨是心，寻常人是根本无法医治。郑老板，你也不要太怪罪月田。竟然能看出来，不过就算能看出来也救不了。不责怪，只要您能帮我医治好小女就行啊。这种阴物最怕雄黄，郑小姐服下3个呼吸便可痊愈。这怎么回事？师傅，你快想想办法呀！师傅，这到底什么情况呀？我女儿怎么还不行啊？如果是寻常人中了这种蛊，一点雄黄确实没问题。难道她？没错，她是纯阴之体。郑小姐是纯阴之体，又中了如此阴物，这世间是没救了。郑老板，你准备后事了？什么？郑总你也听见了，节哀顺变吧。郑老板，他还有1分钟，你跪还是不跪？何浅，你个臭实习生不知天高地厚，敢让我们郑总给你跪？你以为你有起死回生之术吗？先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儿吧！还有他们呢？还不赶快跪下！何先生，这下你满意了吧？早点如此，他也不必受这个罪了。起来吧。哎，让我起来，没说你们。年轻人，我以为你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就是喂血之术啊。怎么？这招不行？啊不，确实有这个方法。不过喂血之人的体质，那必须是世间最霸道、至刚至勇的纯阳之体。就你这弱不禁风的毛头小伙子，绝对不行。夏爷，不可能，不可能！你是万神殿的人。万神殿？师傅，师傅，何浅，好你个狗东西，这么简单的办法瞒着不说，逼我们郑总给你下跪，你是存心捉弄我们郑总。郑老板，您是何等身份？郑小姐现在已经醒了，你快给她点颜色看看。我郑天雄既是那过河拆桥之人，这2个人随你怎么处置。他们不是想开除封杀我吗？那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郑总，这么多年我在医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滚！就照何先生说的办。何姐，不，谦哥，您当然不计小人过，原谅我吧。我家里还有2个孩子，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呀。你哪来的孩子？你不是说那个黄脸婆不能生，你要和她离婚？你个臭不要脸的！你有孩子你还勾引我？少他妈废话！谁他妈勾引你？你自己脱干净衣服跑到我床上勾引我，说我勾引你？没有，是你勾引我的。要不我怎么会出轨，看上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何钱，
我知道错了，我也知道你是爱我的。你回来吧，我好好爱你，你就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好不好？放开！奸夫淫妇，你们两个不是百般羞辱我吗？没想到要有今时此刻吧？把他们拖出去。是。何浅，你就是仗着郑老板撑腰，你就是个废物，你不得好死你！妈，你的病有治了，瘫痪已久，血脉经络堵塞严重。哼！看来想治好母亲，仅凭自己现在的功力还不够，还需要3味至刚至阳的药材作为药引才行。妈，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撞你的那个王八蛋付出代价的。妈，妈，妈的死老太婆，在老子车面前晃晃悠悠的，简直找死！你就是个畜生！这是非机动车道，你知道吗？妈，你别吓我妈！王少，你没事吧？没事，他好像报案了。执法局吗？我要叫一辆救护车。我喝了点酒。明白，您赶紧走，没开过车，也没来过。妈，你醒醒吧，妈！喂，你干嘛去？你回来！借。何先生，没有打扰吧？没有。爸爸，这位就是救了我的何神医吧？没想到这么年轻啊！何先生年轻有为啊，多亏了他呀，还不赶快谢谢人家？何先生，谢谢你啊！他的手好温暖，好舒服啊！五阴之体竟然自动吸收我的纯阳之气，凭我现在的修为，多接触几次还不得被吸干啊！我是想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没别的意思，是我唐突了。没关系，我只是不太喜欢跟别人握手。原来如此，估计是害羞吧。何先生，这是您的手机号吧？是的。收付宝到账3000万元。郑老板，这太多了，这我不能收。怎么，何先生觉得我女儿的性命不值3000万吗？郑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恋爱当然值，只不过我先前才冒犯过你。先前是我无礼在前，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咱就不要再提了。那就谢过郑老板。那我们便先行告辞。我觉得他有种莫名的亲切感。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爸，好了，你喜欢谁那是你的自由，哪怕他是个实习医生，爸爸都能够接受。不过我觉得这个何先生好像对我有些排斥。或许是因为我们之间身份差距太大，他才故意跟我保持距离吧。应该是这样。有人动过。钱哥哥，欢迎回家，饭菜都已经做好了，快点来吃吧。竟然是你，来我家做什么？讨厌，当然是来照顾你的。别靠近我！哇，钱哥哥你好厉害呀，这么快就学会了运用纯阳之气了。我跟你说，我可是和以前不一样了。你要是再敢靠近我，小心我对你不客。你，唉，可惜了。若你纯阳之气大成，小静恐怕还真的奈何不了你。但若只是到现在这种程度的话，那就很难说了。钱哥哥，你失了气，又失了血，要是再不吃点东西的话，身上的气味就会变得不好闻了。这不会对我下毒吧？算了，管他呢。钱哥哥，你最近在外面使用纯阳之气的时候要小心点，要让万神殿的人知道了就不好了。万神殿，这已经是我第2次听到万神殿了，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现在知道，对钱哥哥来说还为时尚早。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明天。
装神弄鬼。何钱，是老娘，还不赶快开门！房东阿姨，您这大晚上的干嘛呀？干嘛？你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什么日子啊？今天是交房租的日子。我别找理由，我今天就是要见到钱，否则你今天立马给我搬出去。阿姨，那个房租多少钱来着800。您看一下手机，交了10年房租，以后有事没事别来烦我。哎，何钱，你发达了呀！哎，我说这平时就是像挤牛奶一样，半个月一交，这你一下子交了10年的房租，你要是再交10年的，我这破房子可以考虑卖给你了呀。哎，阿姨打住，这你就管不着了。我要不是住习惯了，我早就搬走了。哎，何钱，阿姨看你还单身的吧？从来没见你带女朋友回来过。你接受我。哎，什么话？你在阿姨这住了都快2年了，阿姨留意也是应该的嘛。你单身难道不孤单？不想找个女朋友啥的？阿姨，您别跟我开玩笑了，我傻小子，阿姨是给你介绍女朋友呢，你想啥呢？介绍对象？是啊，我一侄女儿，人长得特漂亮，还务实。阿姨，只是呢。只是什么呀？人家小姑娘追求的人多了去了，只是我看那些人吧都不靠谱。阿姨看了你2年，还是觉得你这孩子诚实些，所以才出面点这个鸳鸯谱。我一个实习医生，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好不容易谈个女朋友，也只落了个被上司绿了的下场。我这种人，大概在这辈子都不会有爱情了吧？赶紧滚蛋！车不能动。你简直就是个禽兽！快上我车，我送你们去医院。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想起他？也不知道这辈子会不会再见到。何钱，阿姨跟你说正事儿呢，你发什么呆啊？我没有。傻小子，阿姨给你介绍对象呢，行不行？你倒是回个话呀，磨磨唧唧的跟个娘们似的。那好吧，谢谢阿姨啊。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到时候我给人家约个饭，给你打电话啊。好。哎，阿姨，您这好像是腰肌劳损了，要不您进屋，我帮您看看。我刚想起来你是医生，那就麻烦你了。阿姨，我来喽。来吧。阿姨，行了，您起来试试。啊，这么快啊？不会忽悠老娘吧？哎呀，神了呀，何钱，真好嘞！你要是有这医术，你们领导不给你转正，简直就是眼瞎。对，确实眼瞎。阿姨要是再年轻几岁，才舍不得把你介绍给别人。阿姨，您冷静点儿。小样儿，阿姨喜欢成熟的男人，你还太嫩了点儿。下一个纯阳之祖出世。何先生，要下班了吗？刚好准备下班。周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上次你救了我，我还没有表达感谢呢，我想请你吃个饭。周先生已经表达了感谢了。哎，那是我爸表示的，我还没表示呢，你就不能赏我个脸吗？好吧，恭敬不如从命。这里也太豪华了吧，我还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的地方。何先生，你以后也是千万身家的人了，这种消费应该早点适应。千万身家，3万一瓶的红酒，2800一片的牛排。前几天我还住在出租屋里，吃着泡面，连根肠都不舍得放呢。这个何先生太敏感了，以前节俭惯的人
应该很难接受这种纸醉金迷吧？怪我。这样吧，何先生，我们把这些撤了，换一家普通的店，选一个你爱吃的店铺。我倒是没那么矫情，而且我也不想浪费这些食物。来，干杯！干杯！哎呦，郑小姐，好巧啊！原来是王少啊！妈，是你？你认识我？当然认识。郑小姐，这是王少，这位是何先生，是位医生，之前在医院救过我的命。何先生，这位是王少，王氏集团的少主。你们呢？郑小姐，既然救过你的命，那也就是我的朋友。我知道我在江城很有名，你迟早都会认识。那不如今天提前认识一下。何先生，郑小姐，你用完餐之后，等会儿过来找我。何先生，你刚才怎么了？看起来好像不太喜欢王少。不喜欢，像这样的富二代，我当然喜欢，喜欢的发紧呢。终于找到杀害母亲的家伙，老子要让他万劫不复。这里刚好有个拍卖会，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刚好见见啊，开拓一下视野。我非常荣幸。居然是他！诸位，接下来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元青花一支，其价值相信我不用说，大家也都能明白。竟然是真货，这拍卖行有点意思。竟然是元青花，这可是我爷爷的最爱。如果这是真的，那我可就志在必得了。那我就陪王少玩玩了。大家放心，这支元青花由我们天龙拍卖行17位专家鉴定，绝对正品，起拍价1000万起，举牌每次不低于50万。1300万！居然直接加了300万，看来今晚上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了。1500万！1500！哇哦，居然出价到1500万，看来这位老板也不肯认输嘛。2000万！哦，2000万！原来是郑小姐，出手真是阔绰。还有没有其他人想加价呀？陈姨，你太调皮了。2050万！看来王少这次势在必得，那我便不与你争了。怪不得，原来是两个阔佬在打配合。这样我们再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还是算了，我们不跟了。2050万一次，2050万两次，2050万，成交。谢谢佳怡。我们两家是世交，不必客气。恭喜王少，元青花易碎物品，请好好保管哦。你放心，2000万的宝贝，我能保存得很好的。我的2000万，我的2000万呀！怎么这么不小心呀？好可惜呀，毕竟2000万呢。怎么小心？是谁在整我？是谁在整我？我要叫他碎10万段！是不是你？王少，何先生一直在后面，是你自己不小心。你叫什么名字？何钱。第一次见到你，你就很敌视我，我不觉得哪里得罪过你。王大少的记性可真不错，2年前你撞到了我母亲，导致她终身瘫痪，这种事情你都能忘记吗？原来何先生的母亲
是他害的，怪不得敌意那么大。原来是你小子，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你还记恨老子呢？何钱，那只是一场普通的事故，谁都不愿意发生。你管这叫普通的交通事故吗？那大家来评评理，他是在非机动车道上撞了人，不仅喝了酒，还叫人顶包，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这叫普通吗？别这样，必须给这个小子点颜色看看。这里是天龙大酒店，背后的人是谁，想必大家都清楚。想要在这里闹事的话，你要掂量掂量哦。放心，我也没打算就这么完。你小子，你给我等着！去一边。何先生，你真的没必要这样。这件事和你没关系。你小插曲只是生活的调味品，咱们的拍卖还要继续。这个是赤灵芝，集天地之精华，纯正刚阳的药性。赤灵芝，母亲和我都很需要这个药材。这灵芝我要了，我看谁敢抢！600万！呀，这位先生可真是大手笔，刚刚损失2000万，现在又拿出600万，佩服佩服。700万。你有这么多钱吗？你就敢叫700万？关你屁事！主持人，这有人浑水摸鱼，他身上根本没钱，还在这乱叫价，还不赶紧把他给赶出去！应该没人敢在这里闹事啊！这位先生应该是多虑了，只要敢在这里喊价的，无论多少钱，我们都会想办法把钱收回来。听见没有？我不收拾你，有人收拾你。跟还是不跟？还是说你已经没钱了？730万。1000万。我账上确实没多少钱。何先生，我父亲虽然给了你3000万的感谢金，但你不能如此浪费在这种地方啊！这赤灵芝顶多价值才800万，你又何必如此呢？你父亲既然把钱给了我，那就理应受到我支配，该怎么花，这是我的事儿。郑嘉怡接近我，也是因为我的纯阳之气对他有吸引力吧？哦，原来你的钱是这么来的，不过是3000万而已。你花完，我看你花什么？1300万，2000万，给我卡里打3000万。什么？打2000万也行啊？2000万？你疯了吧？这东西能值这么多钱吗？要不是我爷爷需要这个药，你觉得我会出这么多吗？就算你的钱是捡来的，那你也不能跟钱过不去吧？何先生，你出还是不出？2100万，2300万。而且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我们今天是来看热闹戏来了，大家友好拍卖，可不兴威胁人哦。2500万，2900万。我之前花了一些，不够3000万，这下梭哈一下。你出价要是超过3000万，我肯定跟不了。小子，算你狠！佳怡，你看到他是什么人了？什么救命恩人？你根本就没有做什么，是这小子骗你父亲的钱吧？何钱，我父亲给你3000万，你却如此浪费，我对你真的太失望了。我做事有我做事的理由，不用别人指手画脚。2900万，成交！今天的拍卖会也到尾声了。这是一个檀木盒子，不过是普通檀木，不是紫檀，里面有一个黑漆漆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就免费送给有缘人了。考虑到做工精美，而且年代久远，起拍价就50万起，加价上不封顶，也没下限。这样的拍卖会已经没什么好看的了，走吧。走吧。我出51万。这东西你想拿51万买？想捡漏呗。捡漏？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能让你捡漏？你不会是得失心疯了吧？那咱们走着瞧。说到底还是我的错，不应该带他来，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现在加价了51万了，有没有人再加价了？没有的话，东西就要归这位先生了。我倒要看看你接下来要捡个什么漏。今天你是来看热闹的。今天真是来陪跑。这什么东西啊？这什么呀？是盒子里的东西。千年犀牛角，分量有点大，我一个人用不完。6000万让出一半，
有哪位老板需要吗？还千年灵犀角，那玩意儿价值上亿，你不会真疯了吧？51万想换上亿的东西，我看错人了。哥们儿，你这东西要真是千年灵犀角，6000万一半，我要了。李老板，你起什么哄啊？那玩意儿6000万也不亏我看这小子是拿人当傻子了。大家看好了，我也有病，来这看一个傻子表演。传闻千年灵犀角其香味奇特，让人心旷神怡。这个品质，看来我6000万一半的价格要低了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怎么知道那是千年灵犀角？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没想到千年灵犀的外层居然有一层厚厚的角质层，看来这位先生是捡了大漏了。我出6000万，现在就打钱。我出1个亿，怎么不抢武德？1个亿，我现在就转给你。识货。收付宝到账1亿元。你爸给的3000万，一分不差的都转给你了。何先生，这……看来钱哥哥很难继续隐藏下去，我得给他提提醒。这小子今天运气这么好，今天让我丢这么大脸，老子绝对不会放过他。王红，你别冲动。你还想替他说话？不行，反正你不能动他。你算什么东西？我的事用不着你来管。你，何先生，他好神秘，但这次恐怕对我失望透顶了吧？把人给我调过来。天龙大酒店。何浅是吧？没错。跟我们走一趟吧。去哪儿啊？这地方太热了，找个地方凉快凉快。行，但是去完了得送我回家，我正愁打不到车。好小子，真懂规矩啊！放心，一会儿完事之后，保证送你回家。你把他带到哪儿了？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王后，你别冲动。心疼他了？哼，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眼光。我约你那么多次，你连甩都不甩我，背地里竟然跟着小瘪三出来约会。要不是因为你是郑天雄的女儿，我他妈才不跟你客气。你放心，我不会要他的命，半条命就够了。我得让父亲去救他。这大晚上确实凉快。看你这么守规矩的份上，给你个选择，说吧，选胳膊还是选腿？我选胳膊。行，满足你，动手，打断他双手。哎，别叫了，不是你们说让我打断你们胳膊吗？我知道你是王少的人，回去告诉你们王少，让他提前预约最好的骨科医院，一定是最好的床位，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何先生，何浅，你在哪儿啊？哎呀，估计已经疼晕过去了吧？怎么回事？钱哥哥，你终于回来了，人家好担心你。钱哥哥，你终于回来了，人家好担心你。钱哥哥，你在找什么呢？你是不是有我家钥匙？你每次都怎么进来的？翻窗户进来的？不是你这都什么毛病啊？哎呀，钱哥哥，今天累坏了吧？我做了一桌子好吃的，快吃点吧。虽然知道
你没安什么好主意，但为啥还有点感动啊？那我们就这样平平淡淡过日子好吗？好啊。但是现在就要了我，对你的身体不好哦。哼，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但你还是不要来了，不然我会对你不客气的。哎呀，钱哥哥，人家是来保护你的，你干嘛对人家那么凶啊？保护我？是看中了我这一身纯阳之气吗？既然钱哥哥不相信我，那我还是走好了。哎，等一下，来都来了，帮我个忙吧。你是想让我帮你炼那2个药材吧？不错，很聪明。我可以帮你，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条件？什么条件？什么条件？亲我一下。行了，现在可以开始了。哎，那你也得吃点东西再去啊，要不然哪来的力气啊？小静，谢谢你。若是想救阿姨的话，只用这2个恐怕还不够。还需要什么？一枚正阳石。什么地方找？正阳石不是先天形成的，它是后天的，它需要你的纯阳之气练到巅峰，再用自身修为炼制而成。纯阳之气一共有9重，可是我才练到第2重。如果遇到纯阴之体，你的纯阳之气才会大成。纯阴之体，郑嘉怡吗？但是我现在修为太低，恐怕会被反噬，而且我对他似乎不感冒。唉，可惜了，我不是纯阴之体，要不然我就帮钱哥哥了。还有，比纯阴之体更厉害的是九阴之体，不过九阴之体也不是先天的，它是要遇到纯阳之体之后才能形成。九阴之体？那应该也会有九阳之体吧？当然有啦，只要钱哥哥把九阳神功练到第9重，那就是九阳之体。不过到时候就不叫纯阳之体了，要叫纯阳之祖。你给我科普这么多，是想说点什么？是啊，你应该听说过万神殿吧？我早就希望谁跟我说说这破玩意儿是什么了，搞得我一天天心神不宁。万神殿是个神秘且强大的组织。怎么个神秘且强大？其财力富可敌国，其人脉手眼通天，举手投足便可颠覆一个国度，而其殿主则是一名纯阳之祖。这么厉害？天道轮回，纯阳之祖100年出一位，万神殿也100年易主一次，而当今万神殿殿主几百年屹立不倒。钱哥哥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他把所有的纯阳之体全都找出来杀了，所以根本没有人撼动万神殿殿主的位置。钱哥哥还真是聪明，所以你知道，你的修为越高，你对他们的威胁就越大，所以我才会提醒你，让你低调。不过今天你可能已经被发现了。我不是早就暴露了吗？钱哥哥，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你就是万神殿的人。讨厌，钱哥哥，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行了，你这么说，我大概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去吧，以后少来我这儿，否则我真怕我忍不住把你给办了。哎呀，钱哥哥，人家这不是提醒你吗？你现在已经暴露了，所以慢慢修行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要尽快强大自己。那个纯阴之体的小姑娘，在没遇到九阴之体之前，建议你尽快拿下，这样至少也能拥有一些能够自保的实力。我又不是傻子，既然明白了其中的原委，我自然有我自己的打算。你，就是你。看来这世道比我想象的复杂，不管是报仇或者是自保，都需要实力。接下来第一步，得先拿下郑嘉怡，精进自己的修为。太慢了，这样的修行，何年何月才能无惧万神殿？大晚上呢，还在这打太极？我去，竟然是个修行之人，离大谱。看来都市里还隐藏了不少高人啊。
算了，还是不打扰他了。小子，你这是要上哪儿啊？我只是路过，没有想打扰你的。哎，路过？你看我练功这么久，应该交点门票吧？大爷，您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哎，你到底想要怎么样？纯阳之体，鲜美的很呐！离我远点儿！这体质是不错，可惜修为差了许多。你不是我的对手，不要反抗，让我吸了你这一身阳气，我留你一条命。放你的屁！要是让你吸收了纯阳之气，我还有命活吗？哎，我会很温柔的，你最多不就变成一个植物人，一辈子躺在床上，多舒服啊！啊，植物人。要么滚，要么死！你走吧。就知道你会偷袭。作为一个医者，我只会救人，但像你这种败类，手底下应该有不少冤魂了吧？死不足惜。你不是想要纯阳之体吗？那我就给你。求求您放开我，我死吧！求您放！就在短短的一瞬间，我的纯阳之体居然突破了第3层。难道是那老头吗？纯阳神经里也没有这样的功法，有点意思。纯阳之体在邪魔歪道面前居然是个香饽饽。我好像已经找到快速修炼的办法了。狩猎时间开始了。下一位，佳怡，你哪里不舒服吗？佳怡啊，还是叫你郑小姐吧。不，你叫佳怡就行。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就只是想说之前的事儿是吧？没关系的，我没放在心上，而且这也是我自己的关系，我向你道歉。而且我也有些过激了，我向你道歉。怎么感觉自己有当渣男的潜质啊？不过有了那老头的功法后，这纯阴之气我也应该能吸收转化了。别松手！何浅，我们这样是不是太快了？感觉他的手好温暖，那股萦绕自己20多年的阴寒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佳怡，你之前中过蛊，我只是想看看你身体里还有没有残留。这是……其实我一直对你有种特别的感觉，我想说，我们可以试一试。试一试什么？我们……佳怡，我来了个电话，我先接一下。哎，阿姨。孩子，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还记得不？什么事儿啊，阿姨？给你介绍对象的事儿啊。啊什么啊？都跟你约好了，一会儿下班直接过来，位置给你发过去了啊。喂，阿姨。佳怡，我有件事情要处理一下啊。你刚刚说什么？我想说，何医生，石榴虫的病人需要换药。好，来了。那佳怡，你在这儿等我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啊。你，哼，还差一点就说出来了，我还要再接再厉。早知道不答应房东阿姨了，就当走个过场吧。居然是他！快上我车，我送你们去医院。你就是何钱啊？你好，是我。看在你是我大姨介绍的份上，那我们就聊聊。这个是我闺蜜，跟我一起来的，你就不用管她了。来，请坐。哎，你跟我相亲，你一直看我闺蜜做什么？您还记得吗？2年前你救了一个被撞的阿姨，那个人是我的母亲。哦，
好像是有这回事儿。你是叫何钱是吧？对，是我。这2年一直在找你，想报答您的救命之恩。诗韵，这仰慕者还挺多的呀。我闺蜜是个大善人，一年救助人没有100也有80，你不必放在心上。怎么可能？就算有800个、1000个，我也会永远记得。那今儿让你俩相亲得了，我一边凉快去了。说什么呢？好好坐着聊吧。这位何先生可是很有孝心的。对了，你母亲现在怎么样了？还没醒过来。什么？2年了，你母亲还不醒？难不成是植物人啊？她早晚会醒过来的。天哪，大姨介绍这都什么玩意儿？这么年轻带个这么大的拖油瓶。你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那聊聊吧，你有房有车。房子是跟你大姨租的，车子没有，但是以后总会买车买房。以后会买车买房，也就是说现在没有了？可以这么说吧。听说你是3甲医院的医生，还在实习期。如果今年年底各个科室评论成绩都是 A 的话，就能转正了。还是个实习医生，月薪不会没过4000吧？工资3200，医院买保险。3200，还是个实习医生，没房没车，还有个植物人母亲。大哥，就说你这条件别出来相亲了，真是浪费时间。我还以为大姨会给我介绍什么好东西，没想到是这种品种。哎呀，何先生，你别放在心上啊，他这人说话比较直。没关系，不过你又是什么品种？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负责貌美如花。你管我什么品种？穷逼，浪费感情。诗韵，我们走。你长没长眼睛啊？我这衣服2000多。哎，这位客人，您没事吧？对不起，您起来的太着急了，我没注意到你。好了，人家也不是故意的。不行，我今天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你必须赔我。可是我今天第1天上班，我身上1分钱也没有啊。算了吧，多少钱？我替他给了。2800，你1个月工资。没问题，把你的订单或者发票给我看看，不能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我让你开开眼。还真是2800，不过这件衣服穿了有2年了吧？你还真敢要这么多？你管我穿多久？快点赔！没钱还装什么阔少？我们走。你想干什么？这位先生既然已经帮我赔了衣服钱，这件衣服您就不能带走，毕竟2800，我这辈子都没穿过这么贵的衣服呢。你说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您要留下。我给你了，我穿什么？那这个就是您的事情了。你给我放开！别动手！我出去！哎呀，既然烂了，那我就不要了。谢谢小哥哥帮我解围了。你给我等着你！哎，刘霞，赵小姐，我送你吧。不用了，我先走了。哎，赵小姐，你能不能加个联系方式，手机或者微信号都可以。印堂发黑，看来很快就有血光之灾。不太方便，我先走了。你虽然只帮我1次，但我会护你一世。小夏，今天不是去相亲了吗？怎么样，钓没钓着王老五啊？哎呀，别提了，气死我了！我今天去相亲遇到一个月薪3000的穷屌丝，还能换我一身衣服，2000多呢。哎呦，这衣服2000多呀，不便宜呀！哎呀，你看人家香香都没衣服穿了呢。明儿啊，老子带你买一件。啊，谢谢哥。大哥，你有香香陪，哥几个都单着呢，这酒没法喝了呀。啊，香香，你不是有个很好的闺蜜，长得还贼漂亮，叫出来一块喝呗。我闺蜜纯洁的跟圣母玛利亚似的，可没有我敞亮。叫出来喝杯酒，交个朋友，兄弟们还能把它吃了呀？啊，就是。那我试试呗。啊，试试。诗月，我喝多了，过来接我吧，就在公园那附近。我给你发定位啊。进香香。刘香。
诗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张哥，这些都是他的兄弟。这么晚了，别喝了，我们走。啊！着什么急走啊？来都来了，喝2杯再走啊！我不喝，我不喝。不喝，那就是不给我面子啊！哎呀，诗韵，没事的，就喝1杯啊。嗯，长这么漂亮，不喝1杯就想走啊？嗯，妈的，给脸不要脸是吧？我住手！原来是你这个穷屌丝啊！你怎么跟到这儿？张哥，这个就是我跟你说今天跟我相亲的那个穷屌丝，估计啊他是想英雄救美，你给他点颜色瞧瞧。有些人真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都没听懂你在说什么。张哥，你打我做什么呀？打的就是你这个小贱人！哎，钱哥，对不住啊，我不知道她是你的女人。还不快带着你的人滚！你没事吧？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回去也不安全，我送你吧。何先生，我到家了，今天谢谢你啊，不必送了，你回去吧。这股不祥之兆怎么还没结束呢？难道这个黑气指的不是刚才在烧烤摊的那件事？何先生，我有点口渴，能不能上去喝口水啊？我这有1瓶。你就这么怕我吗？哎，算了，我也太心急了。不过要想办法拉近关系，不然以后根本很难有来往。还没开过呢。我习惯喝热水。今天也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何先生。再见。他是谁？这么晚你们2个在干嘛？有男朋友了。我在想什么？我只是想报答自己的恩情。那何先生，我们先回去了。好吧，早点休息。哎，等等，老实交代，这是你男朋友？你到底想干什么？姐，我又不是小孩子，大晚上2个人孤男寡女的，他不是你男朋友是谁啊？大晚上2个人孤男寡女的，他不是你男朋友是谁啊？原来是弟弟啊！说，你是不是我姐男朋友？是。不是，我在追求你姐，还没成功呢。我告诉你啊，追我姐的人都排到意大利了，而且啊，实话告诉你，你跟我姐不是一路人。不是一路人？什么意思？看明白了吗？小雨，都说了不要在外面显露。何先生，小孩子嘛，喜欢点小魔术，见到外人了就喜欢显摆一下。真当我傻呀？内劲外放高手，妥妥的武道中人。弟弟都这么厉害，当姐姐的应该不差。就刚刚那点小事儿，应该根本没法为难到他。看来这血光之灾另有其他。我告诉你，我姐呀很难追的，看你这样子，应该是个屌丝啊。哎，不过我们家对女婿是否有钱这点不是那么在乎，你还有机会啊。你有完没完？我们真的只是普通朋友。兄弟，你这腿怎么弄的？怎么不去打个石膏啊？被人打了，医院治不好。刚好我是个医生，要不我给你看看。医生？就你这样，嘴上连个毛都没有，估计连个主任都不是吧？小雨，你要懂礼貌。好吧，那拜托你帮我看看啊。哎呀，看吧。竟然是被真气所伤，一个普通都市青年怎么可能受这种伤？看来应该是有所谓的修行世家了。要死！要死！救我！何先生，你干什么？小子想疼死我呀！别激动，感受一下你的腿。我腿好像好了。我去，捏2下就好了，神医啊！刚恢复，
不要做太过激烈的事儿，还需要理疗3次就会好了。好，我都听你的，未来姐夫。那我们先撤了啊，拜拜。哎姐，这家伙还不错啊，居然敢对你有意思。5年前他母亲出车祸，我就顺手帮了他们一下，就是感恩吧。感恩也好，现在啊，懂得感恩的人已经不多了。不过呢，这次恐怕要让他失望了。毕竟塞巴想要的是纯阳之体的女婿，而不是一个普通人。哎呦，回家吧，回家吧。你别碰我！来，去！哎呀，亲什么亲？你刚刚打的人家脸还疼着呢。话说你为什么打我？那小子只不过是个穷屌丝。哦，那小子，哥认错人了，我把他当成一个大哥了。原来是这样，我就说嘛。天太黑，没看清楚。我不管啊，反正你得替我报仇。放心，明天我就派人找到那小子，给他点颜色，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是他？你这个穷屌丝怎么还敢出现在我面前？张哥，快动手！动手啊！我闭嘴！再敢跟我多说一句话，我让你看不到明天早晨的太阳！滚！钱哥，找我啥事儿啊？你这些年没少替王少做脏活吧？哎呀，钱哥，端别人饭碗，那替别人卖命啊！他让我做啥，我只能做啥。上次那事儿啊，您别放在心上啊。行，给你个机会，跟着我混。哥，你开玩笑了吧？王少给你多少钱工资？我这个团队吧，有几十号弟兄，不过底薪只有15万。不过我出一趟活啊，提成3万。手机收款码拿出来。收付宝到账300万元。钱哥，以后啊，你就是我亲大哥啊！不，以后啊，你是我的再生父母啊！钱哥，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让我撵狗啊，我绝不打鸡。别说了，说这些没用。作为你忠心的正务，我得拿走你一样东西。随便说啊，只要我身上有的，随便拿啊！钱哥，你把它拿走干嘛呀？我要再多的钱，我没这功能，你说我活着有啥意义呀？行了，别哭爹喊娘的。只是拿走一时，不是拿走一世。等你足够忠心的时候，我会揭开，而且包你比以前还生猛。好，放心，钱哥，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搞垮王氏集团。各位，今日我们锦绣半岛正式预售，起价67800起，预售30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今日订房的顾客可以直接选房。没想到王氏集团大少竟然亲自来主持售楼仪式，不愧是王牌项目。那就大家都上来吧。为了答谢各位的支持，今日凡是订房者均可参与一次抽奖，什么送装修送车位，不，咱们直接送现金。3等奖200万，2等奖500万，1等奖800万。皇上，抽奖是真的吗？我王某拿王氏集团做担保，奖金真实有效，而且，无论今天多少人选房，奖金必出。我要选房，我要选房。停！让！这帮傻子，今天纯利润近1000万。慢着！跳龙虎，你什么意思？什么慢着？带着你的人赶紧给我滚蛋！我让你滚蛋！
你不想混了是吗？是不是不想混了？给我松开！给我松开！抱歉，王大少，他现在不听你的。你现在跟着这种货色混是吧？何谦以后是我哥，给我放尊重点儿。各位买房的朋友们，我是来阻止你们上当受骗的。他，还有他，你也出去。还有后面躲着的那个，出来！朋友们，这3位都是王氏集团请来的托。你们想要抽中大奖，其实里面根本没有奖励，到最后都会被这3位托抽走。这太过分了！怎么回事？是不是得给我们退钱啊？对啊，退钱！朋友们，看好了，我中奖了，我中了1等奖。啊，这么抽就抽中了。王大少，怎么说？退钱！退钱！你们听我说，不是这样。退钱！退钱！张龙虎，我想给你出多少钱，我出双倍，赶紧让这个小子赶紧给我滚蛋！别再说那钱的事儿了，各位，王氏集团简直就是一个黑心的开发商，很多建筑材料用的都是劣质货，把垃圾房卖成天价，简直把大家当成了傻逼。这就是一个骗子公司，太骗钱了，太过分了！钱怎么办？骗子，还给我们钱，还钱，退房，就是退房。好戏才刚刚开始。钱哥，你看火了！你发的视频大火了，好多自媒体甚至官媒都在评论这件事儿啊。股市如何？现在以想象中的速度在暴跌，现在可以下手了。不着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哦，对了，你去把王少的不作为、不检点，顺势再炒一炒。等股票跌到谷底的时候，我们再一波抽掉。秦哥，不是说咱手里只有7、8千万吗？想要成为王氏集团的大股东，这点钱不太够吧？哼，王氏集团的3大收入来源，一个是房产，一个是股市，一个是开赌场。我们再去赌场逛逛，不就有钱了吗？王氏集团那赌场那水可深呐，钱哥，我去了好多次了，都认赔。现在你跟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一个败家子儿干的什么事儿？现在可好，我们王家的股票都跌停了。你看看，什么号称睡300个女人，什么号称千人斩，什么怀孕不负责，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呀，内裤都被人扒穿了。爸，我是被别人搞了，我也不想这样啊。告诉你，这件事情要是不解决，就给老子滚蛋！区区一个实习医生，难道还要老子亲自动手吗？可是这小子有郑天雄撑腰，我怎么动他？我怎么跟他动手？哼，这郑天雄再怎么撑腰，我们有很多成一刀合骨，他能眼睁睁的看着亏这么大吗？给老子大胆去做！他要敢说什么，我第一个翻脸。好啊，等风头一过，老子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看我钱啊！5个。哎，哥，咱赌啥呀？这钱要是输了，咱们上哪儿再去弄这么些钱去抄那个王氏集团的股票啊？老子能看穿一切，你说能不能赢钱？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啊！你可以什么理解？啊！我也要大，我也要大。我操，这天雄哥，何先生。您怎么来到我们这里了？何先生，我还说去医院找你呢。我操，郑老板对咱哥挺客气的呀，看来跟哥混是正确的选择。白皮虎，是你把何先生骗到这里来了吧？郑老板，你胡说什么呢？钱哥说自己要来玩玩，我顺道带钱哥过来看看，是吧，钱哥？你胡说什么呢？何先生怎么会来这种地方？是我自己要来的。何先生，这个场子水很深的，我听说您捡漏了一个灵犀角。但是没必要来这种场子送钱的。如果何先生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带您去一个干净的场子玩玩。没关系，来都来了，总得玩玩吧。是，这个何先生真是固执的很呢。
他今天一定会输的。他性格就是这样，从他还我钱那天我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不喜欢被别人指指点点。他治病有一套，但在这里是行不通的。玩这个吗？买定离手，请下注。哥，咱买啥呀？134，8点小。连点数都敢那么确定吗？废什么话，让你买你就买。1万买小。小。134小，这位先生赢。哎妈的，这他妈的牛逼呀！何先生赢了。偶尔赢，只能说是运气。赔钱。哥，拜他。买定离手，请下注。334，10点，炸弹。好，大。334大，这位先生赢。112，俩小。这位先生又赢了。234小，456大。连赢7把，每次全压，赢了120万，这还是运气吗？这我也不知道啊。买定离手，请下注。这小子真是行啊，连赢100多万。不过这次让你全部吐出来。秦哥，咱们这把买大还是买小啊？这把不压了。哼，换个玩。这。一个就好。苏涵，开呀！不好意思，我们怀疑你们出千，跟我们走一趟吧。出毛钱？有证据吗？你们没有证据，你们就给我滚蛋！你们这赌场输不起，这以后谁敢来这儿玩啊？是不是？证据等下就给，先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张龙虎从来没受过这种窝囊气，今天你要是敢欺负老子，哎，老子和老子的弟兄们就让你这个场子干不下去。你算什么东西？想收拾你，轻轻松松。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动我一下试试。何先生，赵老板，今天赢了多少？7、8千万吧。行，我做主，今天全部给您预付了。请您不要在这玩了，好吗？好啊，那我就给郑老板这个面子。不过我提醒你，早点跟王氏集团的合作撇清关系。我是最后一次给你面子，一次就够了吧？走。哼，他们到底有没有出现？监控看了没有？他们说实话，没有。奇了怪了。何先生真是越来越神秘了。以何先生现在的实力，到时候把王家斗垮的话，我承认这小子确实有点实力，但是以他自己的能力想去斗垮王家，那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但愿吧。好了，不说这些，我们医院最近将会迎来一位神秘的大人，你通知一下院长，让他做好迎接的准备。哪个神秘的大人物？一个尹氏世家的少主。难道是赵家？听说他们背后与那个神秘莫测的万神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个尹氏的少主还单身，你有机会。我知道你想说你还是喜欢何浅，可是他的此番作为已经进入我的黑名单。哎呀，太过瘾了！今天，现在王氏的股份已经崩了，好久没动了。各个负面消息已经越来越少，几乎刷不到了。我估计是他们下了血本来做公关了。此时此刻，正是咱们出手的最佳时刻呀！钱还是不够，赌场我们是去不了了，他们把咱们拉黑了。要不我们去赌石，或者去古董店捡漏？我说你当那帮人是傻子吧？那捡漏的几率比中大奖还低。我逛过几次，屁都没捡到。收付宝到账450万元。你这是？哥，
300万呢是你以前给我的，剩下的150万呢是我这么多年存的老婆本，就算我入股了，钱不多，哥你赚钱了分我，赔了就算了。哼，行啊，你小子有点意思。放心，赚钱了绝对少不了你的。今天这钱还是差点意思。啊？今天坐地铁好挤啊！哥，嫂子，放你的屁！你又来我这干嘛？哎呀，钱哥哥，你怎么这么冷漠？我知道你缺钱，特意送钱的。不是我的事儿，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人家关注你嘛。说吧，你能拿出来多少钱？2000万。2个亿。行，那我们抄到底，少不了你的。谢谢钱哥哥。终于是稳住，没再跌了。2个亿的公关费没白花呀！爸，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应该让自己人先把股市给炒回去啊！废话，还用你说？我现在就办。怎么突然被买走这么多？这不是咱们的人操作的吗？难道是郑天雄？不对啊，这账户我没见过呀。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王氏集团最大的股东。哇，钱哥哥是大老板啦，以后要多多提携哦。哥，现在我们手上的股份成分很复杂呀，中间牵扯了很多郑家的生意。哎，就是包括你上班那个医院，你现在也成了股东。你说这样是不是也把郑家给得罪了？我提醒过他们，是他们没把我们当回事。你是谁？你又是谁？我是王氏集团王震。听你的声音，你好像挺年轻。奉劝你把股份吐出来，你把持不住的。王震是吧？我是咱们集团最大股东。我现在向你宣布，3天后召开股东大会，缺席的就他妈别干了。希望你们把持得住。爸，这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是谁？你认识？想不起来。现在去安插自己的兄弟，在各个重要的产业。我那帮兄弟行吗？你放心，每条产业都是相对完善的，有完整的框架和运营体系，哪怕就是3条狗，都能干下去。行，明白。小的这就去办。突然回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也没什么事儿，人不就是想你了吗？你这么骗着法子帮我，你身后的万神殿应该很不高兴吧？不高兴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就是喜欢你呢？我今天心情不错，不如我们深入交流一下。小静的体质也很特殊呢，你要是这样，恐怕会被反噬哦。我觉得我扛得住。你身上的纯阳之气竟然已经练到第8重了。我还没练到第9重。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我从未见过速度如此之快的人。钱哥哥，你别这样，我有点害怕。你不就是想这样吗？我哪有？今天你跑不掉了。我今天不方便。不方便？我摸你的脉象4平8稳，不像是来那个的时候。作为一名医生，休想骗我。小样，看你给我挠的，调戏我这么久，真当我是雏鹤呢？给你一个机会，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否则死！
会伤害过你，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一直表现得很好，我还真以为你会爱上我，所以才不顾一切背叛万神殿来帮助我。可是就在刚刚，你听到我修为突破第8层，眼神里流露出的不是高兴，而是惊惧，就跟你平时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怎么不会怀疑你在我身上的目的？哼，我以前在医院的时候，怎么没发现你的头脑如此精明？可能是修为精进，脑子也变得好使，所以不要试图欺骗我。我的眼睛能洞穿一切。天道有轮回，哪怕修为再强，就算突破了第9层，纯阳之祖也无法避免生老病死，所以万神殿之主的迭代才能顺利进行。但300年前，现任纯阳之祖偶得夺舍之法，每10年便夺舍一次，而你便是他夺舍的目标之一。感情他是要夺舍我呀？那我现在修炼到第8层，他不是应该很高兴？但夺舍也有限制，修为不能超过第6层，而你已经第8层，意味着夺舍将不能进行。若夺舍无法进行，那么我将会面临无止境的追杀，是吗？是的，毕竟你已经严重威胁到纯阳之祖的地位了。他几百年前就是第9层，我恐怕不是对手，这倒是有点麻烦。如果我将修为藏在第1层或者第2层，是不是就可以多投进？你隐藏不了，纯阳之祖已经出关，没过多久，他就会与你打个照面，看你是否有被夺舍的资质。他与你一样拥有天眼，你无处遁形。我还有多久时间？不出10日。10日？那如果我在这10日之内将修为提上第9层呢？哼，10日，第9层，你把修行想得太简单了。我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都能突破到第8层，思想不要太保守了。但愿如此。喂，以后还会经常来看我吗？你之前好长一段时间没来，我都有点不习惯了。你猜？院长，您找我。何浅，来坐。你的转正申请我已经看到了，只要呢，我在这上面签个字，你很快就能成为咱们医院正式的医生了。谢谢院长认可。院长啊，您是还有什么吩咐吗？何倩呀，这年轻人应该多点人情世故嘛。人情世故，有些话呢，我这个过来人也不好说得太明显，是吧？你晓得吧？哦，我明白了。您要钱是吧？哎呦，柯姐，你这话说的，我可没有说要钱啊。正好呢，我这里呢有一块上好的普洱，看在你要转正的份上，原价12万，我现在给你68800，尝一尝，你看怎么样？一罐小小的普洱茶，卖我68800，你当我是脑子秀逗了？何姐，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这茶叶的本身，除了茶的价值，还关乎你的前途。这下你该明白了吧？何姐，你这是做什么？本来我觉得以我的能力，能正式转正，为我的医生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没想到终究还是抵不过人情世故。何姐，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宣布，你被医院正式解雇了。我是院长，我能说了算。你还没那个能力开除我，现在宣布你被我开除了。我看何姐你是得了失心疯，还想开除我？你以为你是集团大股东吗？一个永远转不了正的实习医生，垃圾，低等人，下等人！再他妈废话，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什么玩意儿？想开除我？这种思想的年轻人永远长不大。院长，郑老板说的那位大人物来了。什么？什么？是说连郑老板都十分敬重的大人物？对，他怎么提前来了？啊，他点名要让何医生给他诊治，但是我看何医生好像收拾东西准备走了。哎呦，大意了！快把何姐给我叫过来！啊，哎，去告诉他转正的事情，我会认真考虑的。哎。赵老板，
我就是咱们医院的院长。何医生呢？钱哥，钱哥，何许的人缘这么好，不行，看来我不能开除他。是不是感觉腿上有劲儿了？啊，多亏了你。坐。何姐，赵老板是咱们医院的贵客，你好好看啊。放松。好。好了，回去啊，多吃点壮补的中药，大概调理1个月就恢复了。谢谢啊，钱哥。没关系。过2天我喊我姐出来，咱们吃个饭，行不行？这多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这么说定了啊！走了。何姐，看来你和那个大人物关系不错嘛。我关系不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你这话怎么说的？何姐，你态度给我放端正点，兴许我还能考虑给你一个转正的机会。哼，转正？你有什么资格给我转正？一个马上被开除的人，还好意思给我转正？笑话！你想开除我？你以为你是谁？我是谁？很快你就知道。我原本以为像你这样医术高明的人，应该德高望重，但是没想到，只是个玩名逐利的小子，真是让人失望至极。狂妄！嚣张！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立刻，马上！你就是院长？你是谁？这是人事下达的文件，你被开除了，赶紧收拾东西滚蛋！什么？懒得跟你废话，自己看吧你。这真的是人事的章程？我为这家医院兢兢业业工作了20多年，就这样被开除了？院长。哥，您召开的股东大会就要开始了，咱走着。老张，你在这傻坐着干什么呢？那位大人物马上就要来了，你还不抓紧时间准备？大人物都走了？什么？已经走了？难道他是故意的？郑老板，我为医院兢兢业业工作了20多年，不要开除我呀！开除？你说什么呢，老张？谁要开除你啊？你看，我真的被开除了。这还真是人事部的文件啊！老张，你到底得罪哪个大人物了？是何浅，何浅说我被开除了。何浅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啊。何浅，他怎么可能操纵人事任命？难道他就是那个神秘的大股东？股东大会召开还有多久？1个小时。快，马上叫最快的司机。这是没见过。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别等他，他这是做什么？何浅，还愣着干嘛？坐。何浅，你装什么？这位置是你坐的吗？赶紧给我滚！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实习医生，在售楼部给我搅局的那个。对，就是他。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何先生，你别坐在那里了，赶快离开。我召开的股东大会，我为什么要让开？你什么意思？他的意思，他恐怕就是那位神秘的大股东了。他是大股东？现在能坐下来好好聊聊了吗？作为集团的第1大股东，我现在宣布一个宗旨：公司不养闲人。哼，只要是占股的人，哪怕不赚钱，每人每天必须要上缴1000字的工作日报。何浅，你别太过分啊！我还没说完，请你闭嘴。除了每人每天1000字的日报，还有3000字的周报，1个月1万字的月报，3万字的季报和每年5万字的年报。周报、月报、季报、年报，要求那么多字数，当我们是写小说的吗？为了防止你们找枪手，请各位股东用笔手写，以报表的形式上交。我会请专业的笔墨鉴定大师，你们可不要想着找枪手，都清楚了吗？何浅，你这样做有点太过分了吧？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可以不干。我不是针对你们其中一个人，我是针对在座的所有人。
你现在虽然是大股东，难道你就不怕我们联合起来把你架空吗？你可以试试。你在赌我们做不到？你们肯定能做到。各位，我只是一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所有的产业渠道都在你们手里。我也真是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联合起来，也不会把工作做得这么好。不过，你们要是想架空的话，那只能放弃这个盘子，另起炉灶。把你架空那是迟早的事，到时候你什么都不是。哼，从头开始做到这么大，时间呢？精力呢？你们还有重来一次的勇气吗？还有当初应有的机遇吗？而且，今天这个事情是我单方面宣布，谁赞成，谁反对。我反对，可惜反对无效。你，对了，从今天开始，每个人必须上缴一份1000字的日报，早交一次扣10分，晚交一次扣10分，扣完100，滚蛋！他妈的，各位，你们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看着我们奋斗几十年的集团就被这么一个黄毛小子骑在我们头上拉屎吗？还能怎么办？难道真如他所说，放弃当下产业，另起炉灶吗？你他妈的到底得罪他什么了？我把他妈撞进医院了，那也不怪我呀，那是他妈自己作的，是他妈自己不注意，所以他到现在都还记得。怪不得，他妈呢？在医院，植物人，快2年了。看来症结是在这里。王老板，如果你真是要另起炉灶或者做空，这个损失我可是承担不了的。你要想想办法。我想个屁的办法，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王震，你冷静点。你想办法取得他的原谅。爸，我不行啊，他都恨之我入骨了。还有，如果我给他道歉，那您的面子往哪搁啊？人家现在是大股东，是我的领导，我他妈都要破产了，我的面子往哪搁？你说往哪搁？郑叔、何叔、张叔、王叔，你们也算是江城有头有脸的富裕人物，让这样一个小子骑在头上拉屎。他现在身边跟着赖皮虎，不是一点手段没有吗？赖皮狗算什么？终究是上不得台面的玩意儿。你是说雷军？对，有他的帮助，什么事办不到。据说他是个修行之人，会法术。爸，人家那不叫法术，人家那玩意儿叫修为、魅力。我听说这个人心狠手辣，而且很贵。我有办法联系到，这笔钱大家一起凑嘛。那这件事就这么办？这样的小角色必须要让他知道谁才是江城的主子。一个狗杂种也想称王称霸，也不照照镜子。爸，王叔，你们别太过火了。放心，我绝对不会要了他的小命，我会让他跟他老娘一样，一辈子做个植物人。他不是个医生吗？看他能不能医治自己了。嘿嘿嘿，哥，真他娘的解气！你看云城那些大佬们，在你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想要站稳脚跟，就肯定不能缺少资源。这帮人还有用，但是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如果感觉他们动了歪心思，那么接下来我的手段就不会那么客气。喂，老铁。为了感谢你帮我治好腿，明天你请我，咱们好好搓一顿。感谢我？我请客？不是你这什么道理啊？哎呀，别介嘛，明天我姐可能就回来了，你懂的。行，明白，最高标准我来安排。这才对嘛。那等你定位。好。有什么好的地方吗？明天我要请客。有啊，龙庭君悦是云城一流的地方，我们还是大股东呢。好，那你来安排。哦，对了。明天不接待任何人，清场。行，放心吧，我安排我女朋友在那当经理，我现在就跟她打招呼啊。这地方不错。喂，我把定位发给你，你马上过来吧。何钱？曹丽。哼，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来这儿吃饭啊。哼，吃饭
就凭你也能来这种地方吃饭？麻烦你睁大眼睛看看，这是什么地方？龙庭君悦也是你该来的地方吗？我该不该来，关你什么事儿？哟，救了郑天雄女儿一命，赚钱了呀！可是我听医院的人说，你还没转正，混得真惨呢。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啊？不过我还要感谢你，因为你，我离开了那家医院，要不我永远只是个护士，而我现在已经是人上人了。哼，我现在可是龙庭君悦的主管经理。你是这儿的主管经理？对，很意外吧？如今江城的大佬都要对我客气3分，你说我该不该感谢你呢？有点意思。赖皮虎是你的男朋友？大胆！赖皮虎也是你叫的？这要是让虎哥听见，还不废了你2条腿？那赖皮虎有没有告诉你，这个地方是被人包下来了吧？确实有人包下，你怎么知道？哼，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包下来的。原来是你呀！失敬失敬。保安，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包下的？你可知道今天包下的可是虎哥的老板？虎哥的老板是江城最大的大佬，集团总裁都要对他客气3分。他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哎呀，你可真能演！把这个傻子给我轰出去！是的，经理，赶紧滚蛋！哼，曹丽，本来想看在赖皮虎的面子上原谅你一次，没想到你这么不识抬举。哎呦，好怕呀！你别以为你有郑天雄撑腰，我就会怕你。上！喂，老铁，抱歉啊，今天来不了了，我姐出事了。那就这样啊，挂了。你们2个还愣着干嘛呢？还不把他给我轰出去！哼，何浅，算你有自知之明，穷酸东西。哎，经理，你刚刚叫的什么？何浅啊，怎么了？我听说好像今天包场的大佬就姓何呀，叫何先生，会不会真的是他包的？不会，不用担心，怎么可能是他？真正的大佬很快就会来了，你们整理好精神头，好好迎接这位大人物吧。虎哥，你来了呀？哎，丽丽，我哥呢？你哥是？就是我老板。啊，怎么没看见人呢？您老板他应该还没到吧？没看见人啊？没看见？不可能啊！他3声5令说要把这个活动弄隆重点儿，不可能会迟到啊！经理，会不会是刚刚？什么刚刚？你说什么呢？没什么，虎哥，我一直不知道您老板他叫什么呀？啊，我老板啊，叫何浅。何浅？啊啊！怎么回事啊？没，不是，虎哥，啊，你一直管他叫哥，那他应该有40几了吧？没有40岁，他还年轻着呢，最多也就20几岁。我叫他哥，那是敬仰他、尊重他，和年龄没什么关系。完了！什么完了？不可能！那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干医生的。对了，好像以前和你一个医院。这是怎么了？今天经理刚刚把您老板给赶走了。什么？把我大哥给赶走了啊！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知不知道，他不只是我大哥，他还是我的再生父母。虎哥，我也不知道是他。虎哥，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告诉你，你这次完了。山水出路，寻人有踪。这样应该就能找到他了。谁啊？您好，何先生，有您的快递。但我好像没买快递。但签收人是你。
杀气，杀气！你，高手，脾脏已破，神仙难救。垂死挣扎，还有力气吗？别紧张，很快就过去了。花1个亿买的命，还以为多难对付，吓我一跳。去拿尾款了？不会吧？你脾脏碎了，脖子都断了，你还没死呢。最多也就是重伤而已，想死哪儿那么容易？说，谁派你来的？1个亿又是怎么回事？谁派你来的？1个亿又是什么意思？我说了，能不死吗？不能。既然如此，我说个屁呀！说了，你不会那么痛苦；不说，你会死得很痛苦。有多痛？你真敢杀我？你可知我背后是万神殿？我有任何事情，万神殿都能察觉，到时候便是你的死期。算你小子识相！我觉得你好像误会了我的意思。现在能说了吗？你毁我眼睛，我杀了你！纯阳之火能焚烧一切。如果我将我的功法降到最低，用纯阳之火烧你的7经8脉，你觉得会是什么感觉？你竟然是纯阳之体！不可能，目前已知纯阳之体，除了万神殿的殿主，不可能有你这么强大的。可能是我修炼速度太快，你们没有察觉。看来你真的是纯阳之体，怪不得我如此，我都杀不了你。我的耐心是有限的，雇我杀你的也不过是一群普通人，什么王总、郑总，乱七八糟的，我就是拿钱办事而已。这就是你想知道的一切。我还以为你是万神殿呢，原来是他们。本来想要给他们一次机会，倒是你，以你这种修行程度，应该对金钱不感兴趣吧？为什么还要接这种事情？这世界多美妙啊！为什么要对钱不感兴趣？豪车、豪宅、美女，多繁华，都他妈这个时代了，你还苦清修呢？说的也对，你可以死了。此人修为如此之高，我吸收他的修为后，竟然只提升了一点点，看来后面会更难。纯阳之火竟然烧不化，有点意思，我倒要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最近被我吸收掉的邪魔歪道，没有100也有好几十，连纯阳之火都烧不化的东西，看来就是传说中的法器，应该还是高级法器。糟了，快感觉不到鸽子了。小雨，小雨，你怎么样？小雨，没事，还死不了。我说小舅子，上次被我打断你的腿，没长记性吧？秦轩，你就非要这样吗？按照规矩，我们护法继承人之间能够随时对立，且任何一方不得拒绝。他死活不肯退出继承人后面的名单，我只能时常的教育他喽。若我父亲知道，你不得好死。你父亲？不好意思，
组织上严令禁止越辈分干涉，你爸他也管不了。你就只会欺负弱小，你为什么不去找那些强大的继承人啊？谁让他很弱呢？四大护法家族中，你们赵家已经后继无人，乖乖嫁入秦家，说不定还能保住你赵家的地位呢。你做梦！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看来是没得聊了。姐，上次只是震断你的经脉，没想到被人给接上了。这次我要把你整条腿都割下来喂狗，我看你还能不能接得上。我再说，我退出继承人候选，求求你不要割了我的腿。现在知道投降，晚了。我给你机会，你不珍惜呀！住手！我答应嫁给你。姐，诗月，你终于愿意松口了。不过这嘴上说说可没用，咱们今天在这儿就要把事情给成了。传说中能成为九阴之体的人，不知道我能不能承受得住啊？住手！啊！你是谁？何先生，怎么是你啊？你怎么找到我们的？明明说好请你们吃饭，你们没来，我当然要去找你们了。原来你们认识，是救兵吗？何先生，这里跟你无关，你快走。既然我已经来了，就不会轻易的走，一定会护你们周全。啊，原来是想英雄救美啊，有点意思。不过我们上面有规定，不能随便杀普通人，识相的就赶快滚蛋，这样我还可以放你一马。我也没有随便杀人的习惯。你若是现在离开，我倒是可以放你一马。何小哥，你还是走吧，我们真的不是一路人，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何先生，你要走就快点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小子，记住，你现在有多嚣张，等会儿跪下求饶的时候就会有多惨。你们的救兵勇气可嘉，但真是不堪一击呀！一拳就把我打飞了。好像他才是有些不堪一击呢。我操，牛逼啊，老铁！这么厉害一个角色，要是被你一拳一拳的给砸过去了。何先生，谢谢你。今天要不是你，我们两个恐怕……你帮过我一时，我会还你一世。诗雨，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诗月，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老兄，我爹对我姐的另一半还是挺挑剔的，你未必……你们好大的胆子呀！你是谁？爸，爸。原来是未来岳丈啊！住口！谁是你岳丈？诗韵是我的女朋友，您不就是我未来的老丈人吗？你给我松手！别怪我不客气了。笑什么？身为一个亲爹，看着自己的一双儿女被欺负，却置之不理。老子帮你救出来，你却对我发火，什么道理吗？放肆！爸，你胡说什么呢？我爸他怎么会？其实我早就发现他了，只是他从来没有动手的意向，我这才出来救你们。你们也清楚，上面的指令，我不能随便干涉晚辈的摩擦。什么狗屁指令！作为一个亲爹，看着自己的儿女被欺负，却还稳坐泰山。住口！你信不信我现在可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开始跳水了吗？听不了实话了吗？何先生，你别说了。何先生，你真别说了，我爸这人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知道我上面是什么人吗？富可敌国、手眼通天的万神殿是吧？你竟然知道？万神殿知道的不是特别清楚，他有一个什么四大护法，好像你们赵家就是其中一家，另外还有一个纯阳之祖，是你们万神殿的殿主吧？老兄，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们换个地方聊吧。我错了。
丢人现眼！你没看到咱老板在接待贵宾吗？下去吧。是，打扰各位了。走，你是谁？我在江城怎么从来都不知道你？好大的威风啊！下面的人竟然怕你到这种程度。万神殿的人居然不认识我，有点奇怪。在修行界，难道你很有名吗？不敢，我就是一个刚觉醒纯阳之体没几个月的小年轻罢了。纯阳之体？对。纯阳之体如凤毛麟角，每一个上头都会记录在案，怎么唯独没有你啊？没有我？难道小狐狸确实在帮我隐藏？你可知道你是纯阳之体对万神殿来说代表着什么吗？万神殿的下一任殿主现在是等着被夺舍的奴隶。你师从何处？是谁将你隐藏的这么深？我师父。话说那牛鼻子老道自从帮我觉醒纯阳之体之后就再没出现过，也不知道死哪儿去了。看来你不方便说呀。只是不知道从何说起。你清楚你的情况，那你知道我不可能让我女儿跟一个朝不保夕的人。爸，你不是就想找一个……住口！朝不保夕。如果我能成为九阳之体，那还会是朝不保夕吗？九阳之体？就凭你可知上百年来唯一一个九阳之体的人，那是我们店主。听之前那个被我杀的人说，诗韵是最有可能成为九阴之体的人。若我两人同修，那么我成为九阳之体未必不可能。你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也真够响啊！你是因为这个才接近我女儿的吧？我喜欢诗韵，绝无其他。而且她也并不是什么九阴之体，我也没有感觉到她有一丝一毫的阴煞之气。我女儿并非阴体，而是先天灵体。先天灵体有一个最特殊的部分，那就是可以承载一切可能。你不会把九大阴物都集齐了吧？我就说之前在这都市怎么会出现九大阴物之一的噬星？你还真有手段。虽然艰难了点儿，但几百年的布局还是集齐了。你身为万神殿护法，为什么要做到这个程度？纯阳之祖，他已经是九阳之体，不需要九阴之体。你这是为了……原来如此。我越来越喜欢你这个小子了。很显然，我就是那个你期待的。你已经做好对抗万神殿的准备了吗？我还没有做好准备。你小子在玩我！我必须要成为九阳之体，只有这样才能凝结出正阳石，才能救醒我的母亲。你的眼神告诉我你很坚定，我相信你一次。石韵，这小子我看好了，我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在石韵成为九阴之体之前，你一定要苟全性命，不要轻易死啊！我不会死的。师傅啊！坐下嘛，还愣着干嘛？这我家啊！小子，怎么你都练到第8层了？吃了什么药这么猛？有一个老头想吸收我的纯阳之气，结果被我反杀了。我好像是吸收了他的功法，而且我还能像他一样去吸收别人的功法。你说的是公园那个练太极的老头？你认识？你竟然能弄死他？为师遇到他都有些头疼，运气不错。他练的是吸功之法，你竟然能转嫁到你的身上，真是神奇他妈给神奇开门，神奇到家了。我也觉得神奇。等等，怎么了？这么快就提升到8层？你得吸收多少人的功力？莫非你已经堕入邪道？师父，您别那么激动，我从来没有主动去招惹别人，只是我将纯阳之体的特性散发出来，总是有一群牛鬼蛇神围着我，他们想要杀我，我吸干了他们，是不是也算除魔卫道？若你敢堕入邪道，老子是不会放过你的。放心吧，师父，我绝对不会的。算了。我只不过想来看看你，看你什么都挺好，也挺高兴的。这是一颗丹药，你吸收了这么多的功力，它可以去除你体内的邪气，保证你
不堕入邪道。谢谢师傅。师傅，你要干什么？试试你的功力，不堪一击。你境一如化境，能血肉重生。师傅，这是我刚买的衣服，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留不得你了。啊！五雷轰顶！凌天战袍，9品法器，徒儿，你的奇遇不少啊！运气好，没办法，只是我没想到我的师傅竟然是万神殿的殿主。你什么时候猜出来的？就在刚刚。师傅，我的纯阳之体还是你帮忙觉醒的，难道你不知道纯阳之火是这天底下最纯正的气息，焚烧一切杂质？刚刚你给我的那颗丹药应该是毒药吧？如果真是师傅给你补身体的呢？省省吧，师傅。不错不错，我塑造的这么多鼎炉里面，你是最争气的一个，可惜只有8品。如果再给你个10年，说不定你真能跟我抗衡了。无论是9品法器，还是蓄谋已久的9品大阵，你这个阵眼的修为终究是没有上去，否则我还真的没办法收拾你。难道我还是要输啊？小静，难道你要背叛我？你都这么老了，我觉得可以下台了。我们需要新的店主。好，好，好，很好。钱哥哥，你没事吧？你来了，确实帮我减少了不少压力。我会尽量借助大阵和法器的威力，今天把他留在这里。留下我？哼，做梦！今天你准备充分，让你们多活几天好了。好了，活了几百年的老妖怪，你想杀他何其难。想了无数种见面的方式，没想到会以这样的形式见面。你不会还在演戏吧？我演戏，我能来救你啊？谁知道呢？想要救我母亲，非要用正阳石，也是奇怪中的奇怪事。世间有万般大巧，才能成就现在的你。你想办法逃吧，逃出这个国度，找个无人问津的角落，说不定还能生存下来。大丈夫应该立于天地之上，岂能逃避？放心，我已经想到对付他的办法。你找到九阴之体了？伯约不可说。对了，你的体质似乎也很特殊，不如咱们同修一番，试试效果。等你能活下来，我再考虑考虑。看来，要想控制这小子，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对他母亲下手。好手段，看来免不了一场正面对决了。妈，你马上就能醒过来，但在这之前，我先去替你把仇报了。今日的股东会，那小子没来，应该已经死了吧？如果死了的话，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赖皮虎那边也没有反应。爸，这才几日，赖皮虎肯定以为他失踪了呢。爸，你们把何先生……给过他机会，他不懂得珍惜，算了吧，把他忘了。自从股市被人端了，我是吃不好也睡不好，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老郑，不如我们结个亲家吧。算了吧，你家小王太风流了，我女儿管不住。哎，男人嘛，结了婚就收了心了。等大股慢慢挑起来，我将一半作为嫁妆，亲自送往郑家。一半股份，这么大方。既然王家这么给面子，那我郑天雄也不好拒绝了。好，那就这么说定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准备订婚宴，诸位大家都来啊！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恭喜啊！恭喜恭喜！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竟然还没死！何浅，何浅，你竟然没死！我当然没死，并且我还活得好好的，不然你以为我是鬼啊？倒是你，想想该怎么死。何浅，你真的敢动我们？你真的想让我们死？你的眼里就没有一点我法了吗？呵呵，老子跟你们讲规矩，你们跟老子耍流氓，还派人暗杀我。现在老子跟你们耍流氓，你们却要跟我讲王法。爸，这怎么办？这小子连雷军都能对付，我们……何先生，求求你，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吧。我跟你们郑家确实没多大仇，但是这次郑天雄也参与了暗杀。如果我要轻易放过他，我该如何立威？自断双手，让他捐出所有的股份和身价，永远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我就饶你一命。自断双手，让我交出全部身家，我郑天雄纵横捭阖30余载，岂是你一句话就能搞定的呀？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的手，我的手的，我的手，让他滚！还有你们，敲断他的脊梁骨，让他在床上躺一辈子，我可以饶他一命。至于你，教子无方，捐出所有身价和股份，去寺庙里当个和尚，一辈子别出来。小子，我知道你有点功夫，但是你功夫再高，也怕这个。哼，没想到你还有这玩意儿。你以为我不敢？他有枪，我赌你不敢。你不要逼我！这杀人了！这是杀人了！哎呀，杀人了！何浅，这是你逼我的，这是你逼我的！所有人，你们都没看到，听明白没有？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我没看到，我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死，快跑！没事，鬼啊！快走！不可能，这不可能！儿子，儿子，你怎么了，儿子？爸，我身上没有感觉了。你干了什么？我已经烧断了他的肌骨经脉了，任你什么尖端医疗设备都救不了他。你竟敢！怎么了？你也想像他一样，还是听到我刚刚的要求，出家当个和尚？爸，你去哪儿？西门的高山寺环境不错，我就是要去那里。你呢？我也给你买了几份保险啊，以后应该会有人好好照顾你，你就自求多福吧。爸，你就这样走了？再怎么说你也是江城叱咤风云的人物，你儿子现在被打成这样，你能咽得下这口窝囊气吗？我咽不下又怎样？这一切都是你害的。我若是在你年少时好好管教，也不至于让你变得如此嚣张，去招惹到不该招惹的人，害得我们王家落到现在的地步。你保重吧。爸。哎呀，好可怜呐！你是谁？万神殿殿主，那个传说中的人。爸，我好了，感谢你的胆大德。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复仇的机会，你们可愿意？我们父子二人愿意受你的驱使。爸，我怎么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寒颤？好可怕的感觉！何钱的本质
已经见识到连武器都弄不死他，只有另想办法。他好像已经不是人的范畴了。此乃天阴大罗，专克他这样的体质。只要你们与之相融，就能轻松的对付何浅。可我感觉这东西……如果你们不愿意，我立刻走人。但是他的颈椎半个时辰后，他又会瘫痪。但如果能与这个东西相融，转瞬你们就能成为何浅那样的高手。爸，就算让我去死，我也愿意成为何浅那样的高手。这个仇我必须得报。大罗天音是，这是世间上唯一能刻着纯阳之体的东西，而且就在店主手上。看来这就是他的底牌了。如果让他把大罗天音制作出来，那个人足够忠心的话，就能对付我了。但大罗天音同时也是克制他的东西，没有人愿意制造出伤害自己的东西，所以他不会轻易的将大罗天音炼制出来。我将纯阳之力注入到这些阵眼石上，带上所有信得过的兄弟，按照这份地图把阵法石布置上去。放心哥，我虽然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我赖皮虎保证，这些点位我一定搞好。今天之内，我只要6个小时。原来你早有准备。诛邪天机大阵，克制大罗天音。不过你光是在云城版图布阵，恐怕也奈何不了他。300年来，整个地球都已经被他布下大阵。地球都被布下了大阵，这么厉害？你以为这么多年人家白活？这个大阵虽然聊胜于无，但是也是一种手段。手段？好吧。对了，你已经拿到江城全部财产，为什么还要吸纳资金？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谁还会嫌弃钱多呢？花不完又有什么用？怎么花不完？我刚刚下了一笔订单，现在还欠了一屁股债呢。卫星？你给我看这个做什么？现在科技在进步，一颗卫星从制造到发射，从几百亿降到了几十亿，后来几亿就能搞定。我一口气定制了108颗，现在正在陆续发射上天呢。你订那么多卫星做什么？姐夫，我姐来了。我已经感受到了，你已经成为九阴之体了。好羞羞啊！我出去护法了。哎，魅狐大人，咱们一块去。哎呀，早了。姐夫，好好对我姐啊。那我们开始吧。And I was slipping, baby. And I was slipping. The pages, and won't bring me from. 我很喜欢你，可是我也明白，你现在对我还没有那么热情，所以我不会碰你的。但若是如此，你就无法达成九阳之境，就无法对抗老店主了。我可以直接吸收你的气息。这小子终于弄到九阴之体了，赵飞扬隐藏的够深的呀！这么多年，终于找到对手了。不仅是九阴之体，连我的先天灵体都没有了。我的纯阳神经已经达到第9重了。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他们找上门来了。不错，这次我要主动出击。好，徒儿啊，不错嘛，出师了。师傅，弄出这么恐怖的玩意儿，也不怕害了自己。我相当于给我们的对决加一丝筹码。
快点，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何浅，我要杀了你！落！你终于用上诛邪天机大阵了，这一大阵起码消耗掉你一大半的功力。你还有什么手段？数百年的布局就位于宿敌一战。你是故意的，可惜你输定了。你以为你可以替代我的位置？下辈子吧。师傅，时代不一样。虚张声势。不可能！为何满天的星辰都在为你布阵？你能想到，在全球各地布下阵眼，难道我就不能发射上百颗卫星作为阵眼吗？你能想到，借助天地灵气，我就不能想到借助宇宙洪荒之力吗？不可能！你这样，整个江城都得为你陪葬。是吗？我也不知道，那就试试吧。数小时前，一道宇宙射线从天外直降云城南山。幸运的是，周围5公里内的居民都因为消防演练提前撤离。不过，这股射线爆发之后，云城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物种，不知是否是辐射所致。参见店主。参见店主。今日我何前顺从天意，继承万神殿殿主之位，为万神殿第7代继承人。我以万神殿之名起誓，遵从正义之道，行光明磊落之举，匡扶我大夏河山，誓死歼灭诛邪。